今天我们来聊一个，可以说是非常深刻的观点，它是来自哲学家也是投资人的纳瓦尔·拉维肯特。他最近的一个反思，可能真的会颠覆我们过去对成功还有幸福的看法。他说，真正的快乐其实就是安于自己当下所在的地方。好，那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？其实是从一个超尖锐的问题开始的。当时主持人 Chris Williamson 他就直接拿 Naval 以前讲过的一句名言来问他。这句话其实也点出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矛盾。我们一直都觉得不满足才是成功的燃料，对吧？结果呢 ，Naval 的回答，哇，真的是跌破所有人眼睛。他没有去辩解，反而给了一个超级戏剧性的转折。他说，我不确定那一句话现在还对不对。你一听到这个回答，马上就知道，哇，他过去的核心思想好像已经有了很根本的改变。所以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？别急，我们就跟着这几个步骤，一步一步来拆解他的新想法，然后看看这对我们的人生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启发。好，首先第一部分，我们就来拆解看看，为什么 Naval 会觉得他以前那个最有名的观点就是不满足带来成功，现在可能已经过时了。这个想法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啊？你看哦，这个对比就超关键的。以前我们想的成功，很像一条直线，你得先觉得不满足，然后才会去行动，最后才拿到成就。可是 Naval 现在的想法是完全反过来的。他说快乐不是你跑到终点才有的奖品，它反而是整个过程的燃料。为什么旧的逻辑是个陷阱？这就要提到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概念，叫做享乐跑步机。意思是说，你达到目标之后，那个开心的感觉其实非常短暂，你很快就会习惯，然后又回到原本的快乐水平，接着又开始追下一个目标。你看，这就是一个永远跑不完的循环。那 Naval 这个新的想法，其实也跟另一位哲学家艾克哈特·托勒的观点，你看不谋而合了。托勒说，痛苦其实就等于现实加上你对现实的抗拒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一直挂在嘴边的不满足，它的本质不就是一种对当下这个时刻持续不断的抗拒吗？ OK， 既然一直抱持着不满足是个陷阱，那该怎么办？出路在哪里？Naval 就提出了2条完全不一样的通往幸福的路。这2条路我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对不对？第一条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种，努力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那第2条路呢，就比较需要往内心探索了。它要我们有意识的去选择我们到底想要什么。我们先看第一条路，这条路其实是有天花板的。它就像你在爬一个没有尽头的梯子，你欲望是无限的，可是你的时间跟精力却是有限的，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你从一开始就注定赢不了的游戏。所以啦，真正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要怎么走这第2条路。这需要一个非常刻意的过程，你要去过滤掉那些来自社会、来自别人的噪音，然后只留下那些真正会让你打从心底感到兴奋的欲望。所以真的可以停下来想一想，你现在每天汲汲营营追求的那些目标，到底有多少是你真心想要的，又有多少其实只是为了符合别人对你的期待。好，那如果我们一直照着旧方法，用不满足来驱动自己，我们到底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这个隐藏的成本其实非常高。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，就是你的时间。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拿不回来的，但我们却常常拿它去换那些其实没办法带来长久快乐的东西。再来，第2个代价 ，Naval 认为这个甚至比时间还重要哦，就是我们的注意力。你想想，时间可以被动地流掉，但注意力是你主动投进去的能量。一旦你的注意力被各种欲望分散掉，你就很难去创造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第3个代价，我想我们可能都很有感，就是身心健康。为了追逐那些外在的目标，我们熬夜、承受压力、感到焦虑。健康往往是我们第一个拿出来交换的筹码，但常常也是最难换回来的。而这一切最终会让我们付出最深刻的代价，那就是你内心的平静。你用时间、注意力和健康换来的，可能是一种对未来永无止境的焦虑。
你人是活在今天，但心却一直飘在明天。OK， 讲完了代价，那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把快乐摆在第一位，这到底有什么好处？它真的能让我们更成功，而不是让我们变懒散吗？你看，科学研究其实也支持这个看法。一个快乐的心态，并不是让你躺平哦，相反的，它能主动强化很多成功所需要的能力。比方说，你的视野会更开阔，创造力会提升，遇到挫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被打倒。所以这一切说到底都回到了做自己这件事上，因为真正的成功其实是来自于你去做那些你真心享受、真心觉得好玩的事情。当你享受过程的时候，过程本身就是奖励了，而成功反而就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副产品。好，说了这么多理论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该怎么做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把这些哲学变成几个很具体的，你今天就可以开始的练习。Naval 提供了4个很简单但很有效的练习，你可以试试看。你可以把这当成是对大脑的一种重新训练，帮助我们在当下找到平静，然后带着更清楚的目标去追求那些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事。所以走到最后，你会发现 Naval 真正想说的是，我们人生的目标不应该只是那个遥远的终点站，而是要在旅途本身的每一分每一秒去找到意义跟满足感。最后，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，你可以好好想一想，此时此刻你内心的那一份不满足，它到底是在帮助你成长，还是在一步步的消耗你呢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